萧峰一听，立即将九转还魂丹拿了出来，递给魏无羡，用这个。魏无羡疑惑，这是？萧峰道：九转还魂丹。魏无羡：萧大王，老祖没听过九转还魂丹。萧峰：那你说这要何用？还魂。萧峰：魏婴。蓝忘机道：我曾在典籍中读过九转还魂丹可有起死回生之效，只要那人魂魄还未归于地府。于是魏无羡推开冰棺，用鬼道术法将阿朱的三魂一魄打到他体内。萧前辈，请将丹药喂给阿朱姑娘。魏无羡想了想道：若要阿朱姑娘完全恢复，必须找到阿朱姑娘的其余六魄。萧峰道：我会的。却说魏婴奏完人，一回头只看到蓝湛，并未发现萧峰的身影，便问：湛哥哥，师父是不是进空间了？蓝湛嗯了一声。魏婴道：是不是大阿英有事？蓝湛道：萧夫人。魏婴眼睛一亮：我师娘醒了。蓝湛摇头：不知。魏婴：阿湛。蓝曦臣艰难地走到蓝湛面前。蓝湛拱手：兄长。魏婴跟着道：蓝大哥。不言而喻。魏婴对蓝曦臣的称呼让蓝曦臣很诧异，他旋即想到魏婴叫蓝湛湛哥哥，而魏婴和蓝湛现在都是7岁，又表现得如此熟稔，应该是竹马之交。不对，萧前辈好像说魏无羡是他弟弟蓝忘机的未来道侣。见江厌离不再说话，魏婴回头对立在他身后的蓝湛道：湛哥哥，阿英觉得自己少教训了一个人。蓝湛道：金光善。魏婴点头：就是他。蓝湛问蓝曦臣：兄长，金宗主呢？蓝曦臣道：金光瑶说他有急事，先回金陵台去了。魏婴嗤笑：有急事？阿英看他是怕被我师父收拾，才借故跑的。蓝曦臣俯视着江厌离。魏婴道：我问你，你怎么会来不夜天？江厌离抖着唇，没有吭声。魏婴啧啧道：你果然有病，还是治不好的那种。我让你说话，你不说；没问你，你却唧唧歪歪说个不停。晃了晃打狗棒。魏婴道：既然不说，那就永远不要开口了。江厌离一听，立即道：是公公派人带我来这里的。魏婴道：是吗？江厌离道：是的。魏婴道：那你就没想过拒绝？江厌离道：魏婴道：我什么我？有话你就说。吞吞吐吐的做给谁看？江厌离道：公公派人传话，只要我去不夜天劝阿羡不要乱杀无辜，交出阴虎符，他对阿羡杀子轩的事可以既往不咎。魏婴呵呵道：乱杀无辜？你管这群欺软怕硬是非不分的家伙叫无辜？再说是这群人想要诛杀大阿英在先。江厌离，你可真是眼盲心瞎的彻底呀！况且你凭什么觉得大阿英把阴虎符交出来后，你那个前科累累的公公金光善会放过大阿英？江厌离沉默了半晌，他道：公公应该不会骗我。魏婴无语道：江厌离，自欺欺人也应该有个限度。你公公金光善什么德性，你作为他的儿媳妇不会不知道吧？或者你知道却选择装聋作哑？哪怕你的出现会给大阿英带来致命性的危险，但你还是要来。一来，你可以在金光善面前彰显自己是个听话的好儿媳；二来，你若在大阿英面前有个3长2短，能让大阿英对你们江家更加愧疚和念念不忘，觉得他欠你们江家的恩情永远都还不清。江厌离摇头：我没有。有没有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反正刚刚我和你的对话，我已经录了下来。魏婴说着拿出一块留影石：江厌离，现在我随你自欺欺人的在心里祈祷，大阿英听到这些话，以及确定你父母是他的杀父杀母仇人之后，还会对你和你弟弟手下留情。江厌离说完，魏婴不再看江厌离，他伸出小爪子去拉蓝湛的手：湛哥哥，我们去金陵台找缩头乌龟金光善给大阿英出气。蓝湛道：好。蓝曦臣蹙眉：阿湛，小魏公子，若金光善为躲避萧前辈而回金陵台，那金陵台现在一定戒备森严，你们2个小孩却很危险。则无君。魏无羡忽然出现，若是加上我和韩光君呢？看到魏无羡，江厌离忙道：阿羡，阿成被萧前辈废了。魏无羡道：废了也好，省得我动手。江厌离愕然：阿羡，你说什么？
魏无羡道：小阿英让你在心里自欺欺人的祈祷，我会放过你，你还真自欺欺人。江厌离。魏无羡目露寒光，你以为到了这个时候，我还会被你肆意拿捏？你父母当年在夷陵暗害我阿爹阿娘的事，我本不想迁怒你和你弟弟江澄，但你再敢叫我阿羡，得寸进尺的想继续道德绑架我，我一定送你和你弟弟去地下与你父母还有金子轩团聚。原来魏无羡将酒馔还魂丹喂给阿朱，阿朱却怎么也咽不下去。没办法，魏无羡只能另想他法，他让萧峰把酒馔还魂丹用灵力炼化，输送阿朱体内。萧峰自然照做，确定酒馔还魂丹被萧峰成功输送给阿朱。魏无羡拉着蓝忘机来到瀑布旁，正好看到江厌离对着魏婴叫阿羡。之后，江厌离和魏婴的对话一字不差地传到魏无羡耳中。在听到魏婴要拉着蓝湛去金鳞台找金光善给他出气，魏无羡连忙让萧峰把他和蓝忘机放出空间。于是大小望羡带着各自的未来道侣以六亲不认的步伐踏上金鳞台。走到一半，魏婴抱怨：战哥哥，金鳞台台阶太多了，阿英上的好累，你用阿英给你的加强版爆破符把它炸平。蓝湛点了点下颌，甩出一张符篆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金鳞台的台阶炸裂成废墟。魏无羡被蓝忘机拦腰抱到碧尘上，小望羡则各自御剑飞上半空。不言而喻，这一炸裂声引来了金鳞台很多修士出来，他们懵逼地看着硝烟弥漫成为废墟的金鳞台台阶。金光扇，魏婴立在随便上，你再不滚出来，让我使100遍打狗棒法，我就把你整座金鳞台夷为平地。小公子，一个修士忐忑道：我家宗主不在金鳞台。魏婴却道：我管他在不在金鳞台，反正我数十声之后他还不出现，你们金家所有人以后都去睡大街。1、2、3、8、9，小公子，宗主真的没在金鳞台。那修士大声道：你就算把金鳞台夷为平地，宗主也不会出现。那我就把金鳞台夷为平地，让你家宗主无家可归。至于你们有怨言，去找他，谁让金光瑶告诉我们金光善有急事回了金鳞台。金氏弟子，这小孩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？是以，那修士又去求蓝忘机，谁知蓝忘机看了眼魏婴，他所言非虚。金氏弟子，韩光君，我们没有问你这小孩说的话是真是假呀？收起随便。魏婴从乾坤袋里拿出空间神木做的打狗棒，战哥哥，我们两人一起把灵力附在打狗棒上，一棍打烂金鳞台正殿。蓝湛嗯了一声。就这样，金鳞台正殿被小望羡合力用空间神木做的打狗棒摧毁。这时金光善被金夫人揪出来，一把堆到魏婴面前：小公子，金光善在这，你想怎么处置他都随你。瞅了一眼被五花大绑的金光善，魏婴板着小脸鼓着腮帮子气呼呼道：你们刚刚不是说金光善不在金鳞台？那这是什么？